我们今天呢会讲什么呢？会讲就是说会回顾 A 股的这个牛市，几乎有一个规律从来都没有改变。是什么规律呢？就是在行情启动的时候，那个最先抬头的就是金融股。无论是2005年的行情，2005到2007的这个股改行情，还是2008年、2009年那个4万亿，还是2015年的杠杆牛，还是2019年的春季躁动，基本上金融都是先点火。这是咱们今天聊的第一个话题。然后金融点火之后，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市场又怎么走了？这是咱们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复盘过去这些牛市，金融把那个火捻子点着了之后，到底谁在后边炸了，谁在后边接力它，继续推着大盘往上走。这是咱们要复盘牛市去看这个东西哈。那么对于本轮 A 股的行情是不是已经走完了？然后呢，接下去如果没有走完，谁会接力？这是今天的主要内容。那我们在看具体逻辑之前呢，先跟大家普及一下哈，这个可能老的朋友跟了我4-5年的朋友吧，可能知道啊，就是说我们把金融呢，我有几个分类方式，有一个是大类分类的。大类分类是怎么分呢？是大周期类的，这个大叫顺周期类，你可以说顺周期类吧哈，一个叫顺周期类，一个叫成长类的，一个叫稳定类的。我们先不看这个哈，这个是我之前跟大家普及的。这种分类方式呢，它是按照规律，不是按照风格，它是按照规律。怎么说呢？就是顺周期的这些行业呢，它只要你宏观经济周期的基本面起来了，顺周期就会起来，就是它是跟着整体的这个洪流去走的。怎么就给它记住哈？就是它是跟着大部队走的顺周期。这个顺周期包含啥呀？这个顺周期包含白酒、消费类的，甚至恒生科技，因为恒生科技里面的那些 IT， 那些什么阿里巴巴那些什么，其实是跟中国的消费基本面相关的，它的业绩是吧？那么成长是玩什么呢？成长我不跟你大溜，我走我自己的周期，成长有成长自己的周期。在行情上显示，如果我们去看套利 K 线，顺周期走的是基钦周期，成长走的是朱格拉，比朱格拉稍微再短一点点。稳定是啥呢？就是红利类的，就是它是垄断。那么每一个风格分析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明白吗？但是呢，这种方法呢，只是说我们去理解市场是可以，但是做真正分析会比较难，在它没有对应的指数去分析，没有一个顺周期就是整体市场分3类的这样的一个大指数去分析。当然有顺周期指数哈，但是顺周期指数又跟这种分类不一样，那咱们就不说了。总之就是它没有对应的工具。我们为了去分析，我们就用中信的风格指数。那中信的风格指数分的会更细一些，就是金融、消费、成长、稳定周期。所以今天我们主要从一个大方向上来看这些不同的方向在每一轮市场里它是怎么走的。我想跟大家讲哈，就是说在一个市场，特别是刚才我们讲的类似那种大牛市啊，中国的股市分大牛小牛，这个图就是万德全 A 这个图，可不可以看到？这种就是大牛市，这种就是大牛市，这种大牛市啊，大牛市这些都会涨，涨多涨少的事儿。如果要是把它们单独都拿来分析，都会涨，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怎么去做分析？就是在这一轮市场当中，除了金融，其他1到2个风格琢磨明白、想透，然后在本轮市场甚至下一轮市场、下下轮市场当中，我就抓住这1-2个风格就 OK 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整个这个逻辑，那我们现在复什么呢？就是说，金融点火之后，谁来接力就选那1-2个，因为每个都在涨，我们肯定选涨得好的。那么为什么金融每一轮市场几乎它都走在前面？这个是巧合吗？它肯定不是。为什么？这里要讲清楚哈。背后的本质就是政策的逆周期调节。
这个逻辑其实咱们前几年就讲了，在熊市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信用是走在前面，然后是市场，然后是基本面，然后是库存。如果你看库存数据跟基本面数据，市场早都走一半了，晚了，明白吗？然后在这个基本面最好的时候，其实市场已经见顶了，然后韭菜就往里冲，对吧？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东西。那我们说呢，在前面经济都已经很不好了，这个时候政策就要放松，政策放松怎么样？降利率，本质上就是放水，各种方式去放水。那么谁是这个水龙头最前端的受益者？谁？金融体系啊，对不对？因为你要把这些水放出去，你是通过谁放？你是通过金融体系才能放出去。你要放给那些企业，这些企业不会去你政府直接拿吧，是通过银行吧。好了，那么银行的利率下降了，相当于它的资金成本立刻减轻了，它的存款跟贷款的这个利差，就是它的那个赚的那个钱，像你开个小卖部一样，我卖这个面包，我进来2块，我卖货3块，现在进货变成1块了，我卖的还是3块，是不是赚的多了？这叫利差哈，存贷利差空间扩大了，利润表就会好看，坏账的压力也会缓解。对，这个时候呢，来你店里买面包的人也多了，因为大家都一看，这信贷就是整个利息往下降了，咱们就贷点款创业吧，信贷的规模也会扩张。所以银行它总是这个整个经济周期的第一个受益者，它走在前面，先把银行走在前面这事儿搞明白。这个金融肯定它不只包括银行啊，它还有啥？它还有券商跟保险。那券商是啥呀？券商本质上就是说，你这个先走信用后走市场，你这个市场在只要你一稍微启动，就是等于说你基本面还没好，那先走估值吧，对吧？估值见底嘛，我们说先信用见底，然后是估值见底，然后什么什么见底，对，就是说这个估值见底往上走的这个中间，它成交量是不是就逐渐的放大了？不管是你两融也好 ，IPO 那什么也好，或者再融资也好，齐头并进往上走。那么券商的收入跟什么挂钩啊？跟成交额，对不对？它就跟一个商场一样，你这个流水多了，那收银台肯定是爆单啊。这券商本质上就是这个收银台嘛，你要交易，你得通过我来交易嘛。所以当这个市场开始起来的时候，受益的就是券商。那保险为啥也跟着起来了呢？那肯定的呀，保险手里拿着什么呀？拿着债，拿着股。利率下降了，债是不是往上走？利率下降了，债往上走，股也开始从底部逐渐的往上走了，并且它配的很多都是银行，保险配的很多都是稳定性的，就刚才我们讲这个风格里边的稳定性的。银行也往上涨，是不是它的那个资产端账面价值就更好看，更往上涨了？所以它等于是享受了利率变化跟市场行情的双重的这个红利往上推。所以先走银行再走非银，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我们就再用特别简单的方式哈，把这个整个这个流程再重新跟大家捋一遍啊。就是说这个金融股的上涨本质上就是政府逆周期调节的即时反馈，最快的反馈，就是春天还没真正到来呢，它那个候鸟就先出现了，这就是金融。但是问题是在于哪儿呢？这个钱呢流到金融体系之后，它有一个时间差叫实质，对吧？要半年以后才能推高工业品的价格，然后再来一个季度报才能进入企业的盈利，所以它是有一个时间差的。所以你看啊，基金先流入金融市场，半年之后 PPI 抬头，也就是那个工业品的那个价格抬头，通胀开始慢慢起来，利润才开始改善，然后在下一个季度报才能看到盈利上去了，基本面上来了，所以它前后是有个时间差的。那基本上我们会看到的是一个 M1 走在前头，然后就是 PPI， 然后就是企业的盈利，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一个链条。金融啪前面火捻子点上了，但是我们昨天发了一个图哈，就是说你这个金融，这是金融的套利 K 线，
这个金融相对于万德全 A 的，你要超额，对吧？你说我金融股在你全市场都没有跑的时候，我先跑了，兄弟们，我就是那春天的候鸟，我先飞了。可是你飞，你这个高度也是有限的呀，你不可能说这市场还没有走起来呢，我作为权重股，我是权重股，我把你市场带起来了哈，我不断的翻倍，没有一个限制，那是不可能的。等于它走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如果市场还想继续往下走，就一定有其他的品种来接力。你别管是我们刚才说的消费也好，成长也好，稳定也好，周期也好，总之你要有一个东西来接力。如果我干到这儿了，你都没人来接力，那这游戏就没法玩了。这就是整个这个逻辑。那我们现在复盘来看啥？来看从2005年开始，就2000年之后的每一轮牛市，金融完了是谁接力？你看这个图，这个图是套利 K 线，你们会看到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套利 K 线往上走，就说明它跑赢市场，它带着市场往上走。但它往下走的时候，并不代表它的绝对价值是跌的，可能市场涨了5，它涨了3，看到这个图也是往下走，它是一个套利 K 线，这是咱们一直讲的套利 K 线啊。没有见过套利 K 线的，自己去补课哈，圈子里面都有。那么我们的任务，不管是复盘也好，还是来琢磨这一次行情未来谁来接手，谁来接盘也好，谁来继续往上爆发也好，本质上就是看谁在整体这个牛市当中，这个套利 K 线的方向是往上走的。你看这个紫色的线往下走，这个红色的线往下走了吗？它虽然最后它也往上了一点，这咱也不跟它玩，本质上就是这轮牛市就没带它俩。这么理解这个图能不能听懂？所以你看啊，其实到最后呢，会发现，哎，这几个都往上走了。可能如果你看个股的话，很多可能是翻倍，咵在尾部翻倍或者怎么样。但是这种咱们不玩，咱们本质上玩一轮牛市就找什么呀？就找这种它从头到尾的整个这个大方向是往上的，或者甚至一半是往上的，就是周期长一点往上。因为你不可能啪啪换仓然后弄，这是不可能的啊！你就是基金经理，你也不能赚到市场上的每一分钱。就是你要知道你想赚啥，你想研究啥。那我们知道咱们想要找什么就能看出来。你看这个图哈，在这个黄色的线是万德全 A， 就是大盘嘛，对吧？整体市场咵走上去了。然后金融呢，金融其实在前期一直是往上走的。当时发生啥事儿，你们能不能记得？当时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重启，就长期压制估值的大小非的问题被解决了，就股权分置的改革嘛，这是算制度红利。然后那个时候呢，整体的宏观经济宽松，然后这个股改呢，整个这个股改其实本质上是一次制度性的确定性的利好金融，就制度性的哈。这个银行通过剥离不良资产，然后它的净资产收益率上升，券商由于这个股改带来的这个情绪这个交易复苏，整体的业绩也复苏。那保险不用讲了，这就是股改行情。那其实本质上这就是一个制度修复带来的一个，算是一个确定性的对金融体系的一个利好。好了，那金融我们会看到，其实它整轮金融都不差。金融走到这个最后的时候，金融就没有再走了，然后其他几个方向做了一下补涨。本质上这轮行情是这样，看到了吗？那这下边咱们就不玩了。本质上就是金融完了以后，它走的是什么呀？它走的是周期。咱们要是就是说长期跟咱们的读者，你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是大宗商品牛市，记得吗？所以它周期在后边接力了，往上继续拉着行情往上走。所以到了这个2006年、2007年的时候，这接力棒都交到了周期板块当中，因为全球的大宗商品都在往上涨。然后你会看到这个钢铁、有色、煤炭这些周期行业大宗商品相关的行业，它的利润率从谷底都往上翻转。那既然金融的红利已经兑现了，已经在整个这个市场上已经走了，那么就顺势就看到了这个周期板块业绩好就往上走。其实本质上还是什么，你知道吗？还是业绩问题。
然后但是在这整轮当中，消费、成长啊、稳定啊这些，因为它的业绩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只在最后这块稍微的，就是在这个金融，我觉得就是情绪，就是这个金融已经涨到顶了，那么其他还没涨呢，但是整体市场上情绪已经上来，就鱼尾巴已经出来了，那所有的都被带走一下，但这种钱咱们不一定吃得到。总之就这一轮大牛市当中，就是金融跟周期。对，本质上周期为啥接力？因为周期业绩好，其他业绩都不行，谁来接力？谁业绩好谁来接力。再往下一轮市场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一轮。咱们是怎么复盘哈？这1、2这一块跟这一块，好像这一块我也做了就基本上大牛小牛我不分大牛小牛，我全都做了这个复盘哈。然后就是2008年，咱先不看细节，咱就看整体这个套利 K 线。如果你仔细去看里面的话，可能很多就是它虽然是在往下走，但它也上涨，只是它上涨的没有整体市场好，所以咱们就谁走的好。那我们说整体上是不是金融先来的？这个蓝色的线它带动了大盘往上涨，然后之后是谁来接力的呢？如果你看整个牛市真正往上涨的，其实就是这个线，这条线是消费跟成长，周期也不错，但没有成长好，就是整个都是往上走的。大家要注意看了，金融在整个后面的大牛市当中都是往下走的，它没有跑赢整体市场，它把那个火捻子点完了之后，后面的爆炸行情它并没有参与，包括这个稳定类的也都没有参与。就是金融它点完火以后，消费、成长、周期它全走了，这就是大牛市，全都走了。这个就是当时的4万亿财政刺激，同时在配合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所以第一棒肯定是金融，天量的贷款直接出去了，先是金融，对吧？然后券商，但是呢这属于一次性的释放，后劲儿不足，然后呢就开始鼓励消费，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医改这些，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家电、汽车、医药、白酒业绩非常好的，业绩非常非常好，它的净利润都是在稳定上行的就是消费牛。然后到后面呢就是开始互联网，然后周期也不错，因为周期在全球大宗商品周期是走到2010年，所以本质上都不错，但是金融并没有到后面并没有承接。所以当我们看完这前两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呀？包括前面这个后面这个，就是说金融是点火的，但是它后半段参不参与不一定。这段它参与了，股改嘛，对吧？这段它没参与。我们再看后面，然后就是杠杆牛。杠杆牛我相信很多人都，因为它是最近的一次特别就是波动特别大的牛市，就是成长，其实全程几乎就是一个成长走得好，其他都是横着的。你看这个线是横着的，就是消费跟这个周期都是横着走的，就是它并没有跑赢整体市场，可能局部稍微跑赢一些吧但是都没有，基本上就是也是金融走在前头。你看这个就这个蓝色的线了吗？也是金融跑在前头，然后后面成长跟消费一起往上走，消费走了一半吧，后半部分就没有了，后半部分主要还是成长。这一轮行情也是金融走在前面，原因是一样的，就是利率持续下行，两融快速扩张银行在这个宽松的环境当中，它的基本面先受益了，最后把市场从低谷先推起来，后劲儿不足，然后后面由消费跟成长开始接这个后面爆炸的这个盘。但是大家呢也会看到，就虽然说金融在后边又补涨一块，但是总体来说整体的牛市来讲，它其实是往下走的，金融并没有多少，它只走了一个季度的后面只走了一个季度的超额收益，它总体并没有跑赢整体市场，就是一开头它打个头，然后之后就是别的品种上了，
你不能死死的一直抓着金融。其实我们复盘3个就已经能看出来东西了。然后呢，就是2016年当时熔断，你记得吗？完了熔断，当时2015年的成长爆了之后，成长到后面就没有走。你看这一轮成长是没有走的，为啥？他要花时间去消化它的估值啊，这都不常识嘛。然后呢，当时走的就是价值牛，就是金融、托底、消费、唱戏，当时走的是价值。就是在那一轮牛市当中，中国的基金市场发展起来的。我就是从那一轮牛市当中开始深入的研究公募基金的。那个时候就是公募基金的规模开始起来了，因为大家对股市都怕了。然后发现基金比较好，因为基金重仓股都是那些权重股嘛，都是价值股。当时还有一个就是说利好的，就是说这个 A 股被纳入了这个 MSCI 的那个指数，所以外资有流入，给这个价值龙头提供了一些新增的资金来源。当然前面这个金融也是它开始的，但它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其实也是金融给打响的。那一轮市场就是消费白马，其实你会看到就是也是因为它的 ROE， 就是它的净资产收益率好。当然净资产收益率的数据是到过去回去看，因为它的这个年报是后面才那个更新的，对吧？所以也是回去看，就基本上也是需要它的业绩托底的去保证的。这个金融投资不能离开它的最基本的底层逻辑。2019年就是新冠的这一次，新冠的这一次呢，前面走的是消费，后面走的是成长，也是前面你看着没有？金融也是前期走的好，后期不行了。金融看着吗？这个也是前期，其实它后面金融还可以，但是基本上我们会发现什么？就是说金融走在前面是大概率事件，但是金融会不会一直走到后面是小概率事件，不一定完全不会发生，但是它概率很小。你看这一轮金融了吗？它就完全下来了，到后面就是成长跟消费。那个时候2018年的时候，正好是中美的第一次比较大的贸易摩擦，然后当时的政策就开始放松，先是金融这儿起来了一段，然后就是后面就是消费龙头，白酒、医药、家电，这些都是业绩非常好的，净利润业绩非常好的。所以其实我聊到这儿，我也再提示一下，咱们的数据是很有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行业数据后面，就是主团那个行业数据后面每天更新的会有一个景气度，因为谁在后面走得好，你没有业绩支撑也是不可能的。但有一个问题是在于，景气度是全市场的分析师综合下来的对这个行业的判断，是预测，它不一定100%准，可是它也不一定100%错，它至少可以用来告诉我们一个大概的方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排在前5的这些行业，谁的套利 K 线反转了，是不是它继续往下走的概率就高？就像刚才朋友说的，这个不能100%的认定，这个东西技术分析是没有一个东西是100%的，景气度也没有100%的，基本面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100%的，就是多个因子来增强你做决策的概率。这一轮市场，其实我们这些基本上现在听我直播的人，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跟我走过这个市场。当时咱们做的最好的就是抓这个顶部，你们记不记得抓顶部？先是年初的时候消费触顶，消费你看这里啊，消费触顶，然后年中的时候是医药，哎呦印象太深了，医药顶部结构，然后到年底的时候是半导体跟军工，我们顶部全部都抓到了，双主线消费。我们复盘完了之后呢，至少有几个结论，就是首先吧，只有这一个牛市呢，它这个前期呢，它并不是说是斜率特别高，可是它也是前面是向上走的，基本上都是金融走在前面，因为它距离那个放水的那个流动性那个水龙头距离是最近的，它想放出来要通过银行去放。第一个就是金融走在前面的，我们也知道了底层逻辑，也复盘了。第
第二个就是金融有可能一直走到最后，但是这么多轮牛市下来，只有那么一次是金融一直跑赢整体市场，套利 K 线一直往上走的，只有一次，概率比较小，到后面都需要那么一两个其他的风格去接力，把整体市场往上拉。这就是我们前面一直讲到这儿的结论，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那么本轮市场的疑问，牛市走完了没有？谁会继续接力？我们先看看发生在啥，咱先看这个吧哈。就是说我们会看到这是金融风格跟整体市场的一个套利 K 线，这个我给大家其实包括昨天前面我就看过这个东西了哈。这个是金融哈，这个不是银行一个行业。如果你看银行一个行业，它其实已经顶到顶了。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我说银行已经差不多走完了，下一个就是非银嘛，非银金融会往下，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你市场已经好转了，银行也起来了，那么非银就会上去，对吧？那如果我们把非银跟银行全部加在一起，就是整个金融风格嘛，它是上有顶下有底的这么一个就很明显的这么一个结构。对，一般情况下它到这个顶的时候都是大牛市的中继，不会正好到它的那个牛市的顶端。而这一轮行情连金融都还没有到顶呢，非银都还没有走完呢，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就这个火捻子已经点上了，但是这火捻子还没烧完呢。所以我认为牛市结束的概率从这一个因子上看，它是极小的。M1 呢走在前头，然后是 PPI 对吧，然后是盈利。M1 在去年第4季度就已经往上拐了，这个蓝的线这儿蓝的线已经往上拐，但是它这个图呢它往左移了哈，什么意思？就是说以这个 M1 它没有动，但是它全 A 的非金融啊，就是 A 股刨去金融的那些，它的业绩也是呈周期性的。你看这红的线看到吗？也是呈周期性的，它很快就会往上走，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从信用先是流到了银行，从信用到市场到盈利到库存，市场已经走在前面，已经反转了，盈利再一确认，是不是牛市就来了？这是基本面。 M1 都已经往上走了，好，去年第4季度就已经往上走了。这几个图呢，其实我还可以展示给你们的是我的周期位置图，但是你们都看吐了，也都知道咱们的逻辑就是周期位置底部进去，顶部出来，很简单，每天也都公布数据1啊2啊5，对吧？所以你们也知道周期位置，我没有在这里再去反复的这个王婆卖瓜，再把瓜拿出来跟你们讲一遍。所以这几个宏观层面的一个大的东西，大的逻辑支撑，牛市走完了吗？我觉得大概率还没有。更多投资策略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微庄主低策略圈”。